师傅，齐小玲的笔录。说说你的想法。师傅，我觉得还是交换杀人。赵文帮齐小玲杀了周正，是因为齐小玲帮赵文杀了张松。杀张松的不是齐小玲，是王媛媛。张松指甲缝里的羊毛纤维应该就是王媛媛。王媛媛？那卢远洲又是谁杀的呢？齐小玲。根据足底内侧和前足区域的磨损来看，开灯的那个女人应该会有扁平足加莫顿齿，这两种特征叠加会形成一种独特步伐，再加上它有可能是小脚穿大鞋和负重的缘故，会导致它的步长变短、步宽变窄、步角变小、压力后移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足迹边缘会不清晰。齐小玲帮着王媛媛杀卢婉舟，王媛媛杀了赵文的老公张松，赵文又帮着齐小玲杀她的老公周正。哎，这样推测就说得通了。那谁是主谋啊？齐小玲吗？从目前的审讯证据来看的话，齐小玲最有可能是主谋。那可是现在只有赵文认罪了，而且他咬死不承认自己认识齐小玲。齐小玲和王媛媛，他们两个的犯罪证据又不够充分。顾队，基于这些共同点，还得汇报上级部门，研判是否并案调查。我同意。9月15日当天，齐小玲说她和周正吵了一架，自己一个人去了酒店。酒店已经把视频发过来了。不错啊，咱们这个案子总算是有点眉目了。到饭点了，先吃饭吧。哎，你不去啊？吃饭不积极，脑袋有问题。就是，我听得见。你那个是监听耳机啊？别动，退回去。停，对，就这儿，放倒。再大点。这个戴假发的女的，王媛吧？好像是他。再找找正脸，就是他。看看时间，张松案发时间之前，没错，就他。查到了。齐小玲的伪装可比王媛媛高明多了。这是齐小玲。可惜的是，她这身衣服不够合身，而且你们仔细看她走路的姿势，一直是在踢着走，是因为她鞋子码数太大了。还有他拎餐箱的动作太不自然了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加上他原本的身高体重，还有那些伪装，那他的脚印就应该和被找到的脚印能够吻合了。王媛媛。因你涉嫌谋杀案，现在对你依法进行传唤，你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。如无正当理由拘捕到案，我们将依法强制传唤。听明白了吗？张松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人。顾警官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跟你们说的这个人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杀他？
我们警方没有证据是不会随便抓人的。你要杀的，当然不是张松，而是你自己的丈夫卢远洲。卢远洲死的那天，我有不在场证明。保姆证明，晚上11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你在家睡觉，那之后呢？你干嘛去了？当然还是在家睡觉啊。想清楚再说。监控显示，凌晨2点半的时候你走出了家门，你干嘛去了？失眠，出去走走，散散心而已，有问题吗？那你未免也走得太远了吧？这件衣服你认识吧？这是在你家附近的垃圾站找到的。这是一件限量款啊，扔了不可惜吗？经检测，张松指甲里的羊毛纤维正是这件衣服上的，而这件衣服的主人正是你，王媛媛女士。师傅，打车。上来吧。去哪儿，美女？去烈光屋。我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这都过了烈光屋5、6公里了，你得给我加钱。哎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不行啊，我这放空回去，你得再给我加100。顾警官，你应该不了解奢侈品吧？这件衣服确实是限量款，可它还有很多高仿 A 货，从材质到款式都一模一样，有同款的人多了去了。如果你仅凭这一点说我杀人，我告你们诬陷。这2个人你认识吧？看似完全没有社会交集的3个人，完成了3起谋杀，帮助对方杀死自己的丈夫。顾警官，我压根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我也不认识照片上2个女人。再说了，你也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交集，无缘无故的，我凭什么杀他们？你还能找吗我？叫救护车！哎呀！哎，顾队，这是您的体检报告，这是那个王媛媛的检测报告。先看这个，说是食物中毒。食物中毒。哦，有点像啊。我的报告看见，我都把这茬给忘了。脂肪肝红，我怎么这么多毛病啊？他们是不是检查错了？哎，师傅，咱还别吃泡面了，走，吃点好的去。行，走。王媛媛在被捕之前吃了大量的银杏果，而这种银杏果含有机毒素，成年人只需要吃10到15克就可以引起中毒。她是算计好的，在审讯时毒发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说为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拖延审讯时间，隐藏和齐小玲赵文的关系吗？哦，脑子看。哎，那咱还出去吃饭不？
你问他。王媛媛老家的布局，怎么会和周正家一样？我知道他们之间的关联了。哎，成哥，你要王媛媛家的老照片干什么？查到这套房子的信息了吗？查到了，这套房子的原房主叫李健，10年前他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卢远洲夫妻。卢远洲发家致富后，他就到处吹嘘，说这套房子的风水好。哎，周正也就是听了这个话，才把这套房子买下来。赵文呢？半年前，这套房子空关，房主打算出售，就叫了保洁公司的人过来打扫。哎，来打扫的人正是赵文。不过，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关联的？等我来着。还不叫吗？叫啊！过来！花。黑钱货！你又要去勾引谁？这个地方您应该很熟悉吧？这是我跟卢远洲刚来江城打拼时租的第一套房子，也是齐小玲和周正的婚房。赵文在这套房子售出之前，在这里做过保洁。这是你们3个人第一个交集点，而你们的共同点是，你们3个人都在这所房子里遭受过家暴。家庭暴力有很多种形式，赵文母女是身体暴力，齐小玲是精神暴力，而你遭受的是最难以启齿的性暴力。不过这些行为的本质都一样，暴力就是暴力，伤害就是伤害，家庭不应该成为暴力的庇护所。顾警官，你是个明白人。警官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真的不认识那2个女人。齐小玲，我设身处地的站在你们的角度想过，即便诉诸法律取得胜利，也弥补不了你们之前受到的伤害，尤其是心灵创伤。作为一名警察，我不认同你们的做法，但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想法。你们一定是被逼上绝路，才会选择这么做的。这些年，虽然你表面上过的是光鲜亮丽，但是在背地里，你们都是被逼无奈才走上犯罪道路的。你手中的犯罪，在我们眼里是正义的复仇。我们承认了。没错，我们是一伙。反正我们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，卢远洲和张松都已经死了，周正也半死不活。归根结底，是我们赢了。
赵文，王媛媛已经招了，你再死扛下去啊，也没有意义了。我知道，你去医院带走周正，是为了完成你们2个人的约定，对吧？对。都是我搞砸的。就算周正成了植物人，小玲还是逃不掉。可能要被周家的人逼着他照顾他一辈子，他太苦了。赵文，你还记得吧？他有一个女儿，7岁。他最开始参与你们的计划，就是因为他女儿。可现在呢，他为了帮你，连他女儿都不顾了。那几个男人都该死，尤其是卢远征那个变态。会不会跟死鱼一样？这可以，舒服，爽不爽？其实你早就知道卢远洲喜欢带女人去工地的天台，所以那天晚上你特意给他打电话，就是为了把他引到天台的边缘，好让齐小玲实施你们的计划。2个都招了。齐小玲，王媛媛和赵文已经招了，我们现在办案，重证据轻口供，哪怕你不招供，凭现有的证据也能定你的罪，所以你没有必要硬扛，早点交代，对你们3个人都好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们谁是主？齐小玲，你应该知道，主犯和从犯的量刑区别是很大的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主犯从犯。那你们背后一定还有一个人把你们串联起来。没有人把我们串联起来，是命。我们是3个命苦的女人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在现场放纸扎信呀？这是我的主意。家暴是一种很隐秘的暴力，我相信除了我们3个，还有很多女人正在遭遇家暴，逃也逃不了，离也离不掉。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，但我就想替他们发声。我想让家暴这种罪行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。那3起谋杀案也是你们共同策划的？是。具体是怎么策划的？根据那3个男人的特点和平常的行为习惯。怎么？你们警察觉得我们策划不了？那有没有参考什么过往案件？例如10年前的清道夫案。秋晨，你出来一下。谁允许你问清道夫了？我马上就要问到关键信息了。你手里拿着锤子，看什么都像钉子。可他的作案手法……告诉你，清道夫这个案子已经结了，以后你要再问这种诱导性的问题，就不要给我解释句式。你看看你现在这状态，齐小玲都比你冷静。知道了。齐小玲，说说你们具体的犯罪过程。很简单，
就是利用他们的弱点。赵文说周正该死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这双手原来没有这么粗糙，它都是用来画画和弹琴的。可我自从遇到了那个男人，我们这个小区风水特别好，而且我敢断定3年之内必定要涨价。小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们结婚之后没有多久，我就发现周正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力狂和控制狂，他怀疑我身边出现的所有男人。刚刚跟你亲亲我的是谁呀？那个是我同事，我们同事那么近啊？周大人说你出轨了一个叫张凯的人，这你怎么解释？那是我前男友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就被周正看到了，然后他就发了疯了一样说我出轨了，就用自杀威胁我。你能不能相信我？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，我在这边从不去死。周正，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周正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再敢回来，我就上去跳下去。我不了，你下来好不好？冷静，冷静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啊！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好不好？起初我还以为他真的要自杀，我吓坏了。到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他其实就是在演戏。他就是那种表演型人格，他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很深情的人设、完美的丈夫，甚至是可怜的受害者。他除了控制我，还在外面到处散播谣言，把我塑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荡妇。警官，你们觉得他该不该死啊？理解。你们理解不了，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。计划开始。我按计划换掉周正的绳子。张松那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卢远洲那边交给我。喂，卢远洲，玩得够花呀，玩够了，来算算我们的账。你在哪儿？我就在你对面。
来，都辛苦了，干一个。嗯。哎，喝了啥呀？我瞅瞅。你别再掉进去。红枣桂圆，还挺养生啊。你回头再给他加点枸杞，然后让他给张局端去。喂，师傅，咱别提张局了啊。这案子可算结束了，咱今天好好吃一顿。嗯，还没结束，应该还有一个人。你怎么就能够确定他们3个人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呢？ intuition， 啥意思？直觉。我还intuition，你intuition错了呢。这案子明明都已经结了，你非要没事找事儿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今天就是开开心心吃饭啊，别聊工作了啊。嗯。哎呦，可别提了，现在结个婚不只要钱，还要人命，吓得我都有点恐婚了。可怕的不是婚姻，那是人。你找对人不就没问题了吗？哎，思雨，我真的建议你，你要是找那半的话，你可以在咱们警队上，是吧？警。怎么？毛遂自荐呢？你不觉得这些案件有些似曾相识吗？你是说10年前清道夫的案子？没错。按常理来说，这3个女人应该隐藏她们之间的关系。可是案发现场的纸扎新娘直接把这3起案件串联起来，你猜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他们自己心里不清楚？那像你说的，这个案子幕后真有这么个人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是挑衅，也是宣告，告诉我们他一直在。他和当年那个清道夫一样，极度自负，自信我们根本就不会查到他。当年的清道夫已经被我击毙了啊，这个顶多就是个模仿犯。我爸应该有告诉过你，永远不要小瞧你的对手。那为什么你一出现他就重出江湖了呢？是不是把你当对手了？你怎么不说我是清道夫呢？我跟你开个玩笑嘛。真好笑。行了，别藏着掖气了啊！天塌下来我顶着。嗯，你是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饭吧？哎，越来越了解我了。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，你有继发性胃青痰。谢谢你替我爸挡了一刀。师傅，您这体检报告啊，就这么晾在桌上呢。你最喜欢的西湖醋鱼，辛苦了，容易。快吃。案子破了？嗯。那你怎么还不开心？按理说，我不能和你分享案情，但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实在太差了。我就怀疑，这3个女人背后一定另有其人，但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。别着急了，你那么聪明，查明案件是迟早的事儿。快吃饭吧。这里有符号，看这符号好像是女书。天下妇女，姊妹一家。原来你一开始就把答案告诉我了。
不休息还加班啊？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吓我一跳。看什么呢？有一个新线索。哎，就在这儿。这写的什么呀？看这个，这是一种叫女梳子，是女性专用的一款东西，起源是在湖南的江油。这4个字啊，天下妇女，那边，姊妹一家。那这也看不懂啊。这线索有什么意义？再说这案子已经交给检察院了。那就向检察院申请退回，继续侦查呀！必须要再审一次齐小玲他们。你还坚持这个案子背后有人？没错，如果连他们都不知道纸扎上的秘密，那背后一定另有其人。那行啊，你跟张局说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别提我啊，我帮不了忙。不是，你是队长，我是队长。哎，就是这家，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子，老公闹着自杀，没想到啊，弄假成真了。我听说是老婆联合什么人杀害她老公，哎，太可怕了。姑娘，细推你八字，乃金寒谁人之相，命里冲克，以致阴邪入侵，需成阳之法，方能扭转乾坤。鸡头落地，大吉大利。这能转运吗？姑娘，莫急，还没完呢。姑娘，别嫌弃这鸡血腥啊，别急啊。哦，多摸点啊，都是为你好。你干嘛？哎，姑爷别跑！我看你往哪跑！快跑！2个工人和武松入到里面，哎呀！火灯坐头上，2个工人以了棍棒，解下那缠带，上下间坐。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来，放在桌子上，解了腰间搭脖，脱下布衫。2个工人道：“这里有没人看见？我们单些厉害，且与你除了这家，快活吃2碗酒。”先与武松揭了封皮，脱下枷来，放在桌子底下，都脱了上半截衣衫，搭在一边窗槛上。只见那妇人笑容可掬道：“嘿嘿，客官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不要问多少，不唱来，支票切3、5斤来，花赚钱还你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手那盘。”武松道：“别把30个抬过去。”这是一种叫女梳子，是女性专用的一款东西。师傅，当年害死你的清道夫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又回来了？师傅，走，握住，抓住，
抓住我！你师傅，我不行了，你走！你没有不行，你抓住我！我追！喂，C12，出警！这块就偶尔的会出现野猪嘛，我就在那捡的，谁知道他？好了，你等一下，师傅，陈哥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些尸块的？因为我们这块吧，有时候偶尔出现几只野猪，我就在那捡的，我还以为是人家扔的那个猪肉呢，没想到是人肉。顾队。这里发现一只断手。你最近呢，待在村里，哪也别去。如果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，请积极配合我们调查。好。顾队。根据现在找到的尸块判断，死者55岁到60岁男性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晚8点到11点钟。哎，你看啊，中指内侧有一个老茧，代表着这个人有长期书写的习惯。这个指甲缝。每一个指甲缝都是红色的，我推测啊，这种红色的东西应该是朱砂一类的东西。还有这个虎口，有这个长期熏痕留下的烙印。哎，我推断啊，死者生前应该是从事算命、占卜一类的这个职业。看看有没有这类人。小翟，你去村里找一找。看看有没有相关失踪人员。好。大哥，你这是咋了，大妹子？哎呦呦，你这弄得浑身是血的，碰见坏人了吧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去哪儿？不行，只要离开这，去哪儿都行。哦，行，那上车，快！你先这，哎，好，坐好了哈，坐好了。哎呀，走了啊！师傅，没算准备，查到了。我们根据陈哥推测的方向，的确在王屋村找到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叫王锡川，男，58岁。哎，村里人还说王锡川会抓鬼，这个青纱帐里的鬼都是靠他做法镇压的。哎，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很多人都信了，他也因此出了名了。他现在自己倒成鬼了。青纱帐闹鬼。这不就神棍吗？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在被分解的骨骼上找到了剁鸡的痕迹，分尸手法相当专业，使用的很有可能是专业的屠宰工具，比如杀猪刀。这里发现了尸块，这边也有，这里也发现一块尸块，快走！来，妹子。赶紧进来，赶紧进来！哎呀，
不适应是吧？习惯了就好了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坐会儿，我给你倒水。喝水，来喝热水。咱王屋村最近可不太平，听说刚死了人，来了老多警察了。就在王锡川他家青纱帐附近。咋了？你认识王锡川？认识啊，认识王锡川，就是王锡川说要把你送给我的。坐，王锡川可算是说话算话了。坐。小珍，你去整2笼包子，饿了。师傅，我真佩服你，你这个时候了都能吃下饭，我看到饭我都恶心。什么时候不都得吃饭吗？快去啊！哎，思雨，你想吃点啥？我给你买去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顾队，我们在青纱帐里找到了大部分的尸块，目前主要缺失的是头颅和部分消化系统的内脏。致命伤确认了吗？还没。那看来这致命伤多半是在头颅上。告诉所有人仔细搜查，务必找到头颅，确定死因。好吧？是。哎，我认为啊，这个头颅大概率不在青纱帐。行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当年的清道夫案里也有一起分尸案，凶手将被害者的尸体扔进河里，直到把河水抽干也没有找到全尸，因为被害者是中毒而死，而能直接检测出毒素的内脏组织，从头到尾就不在河里。除了分尸之外，这2个案子还有什么共同点吗？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不可能调整调查方向。你在刻意回避清道夫案。我有什么好回避的？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查清道夫的案子，所以很敏感。之前的杀夫案，留女数字的人确实很像清道夫的作风，但是断案不能靠联想。好，我会找到更多的证据，证明这个2个案子之间的关联。跟我年轻一样，都挺倔。行啊，拭目以待。离青纱帐最近的一户人家，只有王锡川家了。这周围也没什么邻居。这些是麻醉用的草药，他们用这个做什么？
这里有血液喷溅痕迹，看来出现过打斗。从血液喷溅的轨迹，还有屋内陈设整齐程度来看，死者应该是从背后被人偷袭。他们应该认识，并且关系很近。现场没有其他大量的血液，看来这里并不是分尸现场。臭小子，秋晨跑哪儿去了？不接电话。顾队，哎，这边有新发现。头骨找到了？没有，又找到2具新的骸骨。而且都没有头。说，喂，师傅，我问过村里人了，王锡川有个儿子叫王明明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屠宰场上过班，但后来就突然的躺平摆烂，成天在家啃老，吃喝嫖赌的。听我说，马上去查王明明，看看他们父子都跟谁有过接触，还有，重点问一下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如何。是。你是从王锡川家地窖里跑出来的吧？哦，那就对了，那就救对人了。那咱们就赶紧开始吧，别耽误功夫了。哎呀，谁呀？老子还没开始闻呢。哎呀！娘，你在吗？妈的，大半夜，我去就来，别着急。好，在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干啥呢？这么早就睡了？谁家好人这个点不睡觉？不是人家2个警官来了解一下王锡川父子的事儿。警官好，那王锡川父子怎么了？犯啥事儿了？他死了，青纱帐那些尸块就是他死了。是，听说王锡川还有个儿子叫王明明，在你这上过班，对吧？上过。那这样吧，跟我去趟村里办公室，说一下王锡川父子的情况。哦，那现在去？现在？现在。谢神明，赐神水。喝了这碗神水，保你长命百岁，财运亨通啊！哎呀，这个女孩长长的头发，满脸是伤疤。